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新测评，我是新魔首席骑行官于色，是我身边这台来自贝纳利的新款 Tornado 302。本次 Tornado 302终于是改掉了之前一直被大家所诟病的胖头鱼的前脸。 而且本次改款是由意大利设计师亲手操刀设计，正所谓颜值即正义。最大的变化来自于前脸设计的曲线变化，圆润而不是硬朗，有别于日系车的直线线条和曲线的运用。而这种曲线设计的美学的应用，正好可以体现出意大利工业美学的纯正血统。所以，当你看到这台车实车的第一眼的时候，你会觉得它非常的国际范，并且它才真正具有了特纳德家族的味道了。鉴于贝纳利和奥古斯塔的深度合作关系，细心的摩友可能会发现，这台车的前脸这个部分，甚至有那么一丁点 MV 奥古斯塔的味道。特别是它的车灯前脸组合，可以算得上是点睛之笔，时尚但不浮夸。尤其是当日行灯打开的那一瞬间，整台车的前脸就像是一只准备扑向猎物的猛兽，满满的战斗感。整台车的流线设计也正好是恰到好处，它并不像市面上的其他仿赛车型，通过过度的尾部上扬来体现出整个车的俯冲战斗。 相反呢，通过尾部的2个空心扰流罩来点缀它与生俱来的赛道基因。为了达到更好的减重效果，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它的车架，它外露出的挡杆以及脚踏部分均使用了更加轻量化的合金部件。可能是厂家出于对于成本的考虑，在排气部分采用了上一代产品2:1的设计。这样的设计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很好看，因为这台车 它这个排气的这个流线型和整个车的流线型看起来会有那么一点点突兀。如果说它可以做成双进单出，并且把排气尾部稍微锯短一点，可能会更加的好看，并且这个车重还有可能再减掉1公斤。关于动力部分，我相信在座的所有摩友一定非常的清楚，和之前的飓风302一样，新款Tornado302同样搭载是具有中国好声音美誉的 直列水冷双缸300cc 的8气门发动机，而且经过多年的市场检验，这款发动机的性能非常的可靠，并且非常的成熟。来，接下来给大家听一下声音啊。虽然还是同样的动力平台，但是在新款 Tornado 上面进行了重新调教，最大功率26千瓦，35.4匹马力，并且峰值功率由原来的12000转，现在提前到了11000转。 动力来到了更加的迅速，扭矩依旧是27牛米，9000转，0到100公里加速只需要6.8秒，而且相对于春风250 SR 的7.5秒，GSX 的9秒，这已经算是同类型级别当中最强的动力输出了。而且最关键的是，一直在被大家所诟病的贝纳利祖传灌铅技术，在这次终于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次新款 Tornado 302相比于过去减重了将近22公斤，并且还配备了滑动离合， 让整车的实际操纵感非常的灵活轻巧，而且换挡非常的丝滑。众所周知，现在的摩托车行业就好比现在的手机行业，已经到了一个拼配置的时代。现在配置喊酸点，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新款Tornado302的综合配置现在已经达到了主流的水平，整车配备了全新全彩的 TFT 仪表以及 LED 灯背光按键。 车头大灯由原来的卤素灯换成了全新的 LED 灯具，夜间的照射距离以及亮度都十分的优秀。特别说一下新款Tornado302的这块全彩 TFT 仪表，为什么要特别说一下呢？因为这款 TFT 仪表它是可以支持手机投屏的。当我们在城市里骑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地图投屏在这块仪表上面。 当然，我个人觉得它这块仪表最大的功能就是在于我们在停车休息的时候可以观看新魔往期的系列节目。在减震方面，采用的是41毫米倒立前叉，预载可调，并且搭配上中置预载可调单腔避震器。 在制动部分，采用的是前4活塞卡钳，后双活塞卡钳。该车标配马吉斯全热熔轮胎，后胎采用了150的宽胎，可以带来更好的视觉冲击力和抓地力。Tornado 302的座高为785，于色的身高为180。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这个坐在车上的坐姿，双脚是可以稍微弯曲着地的，所以说小姐姐们来坐这台车也是可以完全驾驭的，并且这台车的坐垫 软硬适中，而且还非常的舒服，同时和身体的接触面进行了一些防滑处理，
虽然说这台车被定义为是赛道级的仿赛，但是由于考虑到日常的出行的范畴，所以说在你骑行的过程中，你的姿势也并不会像一般的赛道级的仿赛车型那样的身体需要大幅度的前倾。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的骑行姿势，它的这个骑行姿势总体上来说，可能只是比一般的街车稍微高一点。所以说，在城市里骑行的时候，或者是跑一个小长途，并不会让你的手部、肩部和腰部有那么的不适，并且这台车进行了减重处理，比之前减重了将近22公斤。所以说，在你移车或者是原地挪车的时候，会比较轻松。帅气的外观和高端的配置，这些都只是表象。下面就和约瑟一起来实际骑行，来看看具体表现吧。可能单说这款车有点干，因为约瑟之前骑的最多的一款仿赛车型就是 GSX-250R， 所以就拿铃木来做参考吧。因为得益于更大的排量和同步双缸引擎的特性，Tornado 302的起步低扭表现是明显强于 GSX-250的。随着油门加大，转速瞬间提升，配合着滑动离合，1到6档一气呵成。当然，同步双缸的弊端也凸显无疑，就是会带来略高于 GSX-250的震动。然而，这种震动在5档6000转时会稍微凸显一点。这种震动带来的弊端就是倒车镜会随着震动而变得模糊。不过和整车的提速还有动力相比，完全可以忽略。Tornado 302的定位就是偏向于运动性的一种调教，而 GSX-250更加趋向于舒适度的设定，所以整体的驾驶感受就会有非常明显的差别。然而，得益于专有的动力调教和整车的大幅度减重，最直观的感受，除了起步时的爆发力以外，就是降档补油超车时的瞬间提速，就是那种让你明显感觉得到动力储备随时都可以爆发。而 GSX-250则会让你感觉到那种稳定但是阴柔的动力攀升，就好比吃火锅，一个红汤锅一个清汤锅的区别。由于受制于封闭路段长度的限制，在极速方面我们只跑到142千米每小时，但是明显感觉还有余量。这台车的油箱容积是14升，但是由于这几天我们的暴力测试，再加上新车没有过磨合期的缘故，油耗方面被我们干到了100公里4.7升左右，在市区骑行可能比较短暂，所以我盲测的话应该是在3.8升左右。在目前国内摩托车市场中以拉力和复古为主流的大环境下，仿赛车型也逐渐成为了一股新的潮流。目前市面上受摩友们最多选择的无疑是铃木的 GSX-250R。虽然 GSX-250R 是双缸发动机，但是其技术是来源于 GW 的老技术，只有25匹的马力，好骑但不好玩，和性能完全谈不上。而新款 Tornado 302的出现，可以说是国内市场上为数不多的可选的双缸性能跑车，其 35.4匹马力及颜值、配置、性能、声浪于一身，而且坐高还非常的合适，785的坐高，即使是女生也可以轻松的驾驭。如果说要考虑入手一台性能可靠，而且颜值也耐看的仿赛车型，非常建议摩友们一定要去试驾一下新款的 Tornado 302，再做选择。关于这台车您怎么看？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更多摩托车测评资讯，请关注新摩新测评。我是新摩约瑟，我们下次再见。